你干嘛？里乌姑娘忽然对着楚风发出怒吼。原来是楚风察觉不对，也不管李雾是否愿意，便直接抓住了他的手腕，开始查探他的伤势。但李雾的挣扎很快便开始减缓，因为楚风查探之后，便布置一道阵法，随着阵法力量不断涌入李雾体内，不仅那涌现的黑毛开始褪去，就连他脸上的痛苦之色也是逐渐减缓。随后，楚风又布置阵法，现场炼制了一颗丹药。李雾姑娘，将这个服下，对你的病情会有帮助，多谢。面对楚风递过来的丹药，李雾不仅选择接受，并且还立刻服下。之所以会有如此转变，是因为刚刚楚风的确帮他缓解了病情，所以他知道楚风不会害他，而是真的在帮他。并且在服下楚风那颗丹药之后，楚风李雾的病情再度好转。楚风大哥，怎么样？李雾姑娘这病能治吗？眼见着李雾病情在楚风医治下有所好转，这让白云清看到了希望。别担心，会有办法的。楚风此话说完，看向李雾，问道：李雾姑娘，你这病是从何处所染？楚风很清楚，这根本就不是病，而是诅咒，并且很可能与黑毛幽灵有关。黑毛幽灵乃是远古存在，本是被封存于水晶古棺之内的女子，于2万年前被蛋台天族在遗迹内所发现，因蛋台天族族人贪图棺内宝物，不慎将其唤醒。棺中女子幻化黑毛幽灵，对蛋台天族族人进行诅咒。从此以后，蛋台天族之人接连消失。不过这个诅咒并未持续太久，黑毛幽灵与那诅咒便一同消失，蛋台天族也是恢复正常。但后面白黎洛来到蛋台天族后，察觉到了黑毛幽灵的存在，且不慎再度将黑毛幽灵唤醒。黑毛幽灵此次苏醒，怨念更深，将蛋台天族进行屠灭，并且曾想占据白黎洛身躯，虽最终放过了白黎洛，但却在白黎洛身上留下诅咒。那诅咒极为难缠，楚风后面还特意学习诅咒之法来帮其解除诅咒，但却也是无能为力。而现在李雾姑娘的情况与白黎洛诅咒复发的时候几乎一样，所以楚风觉得李雾姑娘很可能是遇到了黑毛幽灵，是在黑色枯树林。李雾姑娘说道：黑色枯树林，那是什么地方？楚风问。就在这丛林深处，因为那里的树木皆是黑色，并且皆已枯萎，因此我叫那里为黑木枯树林。那里的天地能量在特别的日子会变得较为浑厚，因此我会再到那里进行修炼。李雾姑娘道：那李雾姑娘可有在那里见到过什么？楚风问。没。李雾摇了摇头，但很快又道：但是那一日的天地能量突然变得异常浑厚，同时我感觉到了阵阵寒意，那寒意扰乱我心绪，根本无法正常修炼，所以我便离开了。回来之后便如此了。非要说源头，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一日。李雾姑娘道：李雾姑娘可否告诉我那黑色枯树林具体位置？楚风问。我劝你不要去，我后面曾去过，但每次去那里身体都会异常不舒服，我能感觉到我这根本不是病，而是诅咒。李雾姑娘道：真的是诅咒？此时白云清也是脸色变化，显然他也早就察觉到李雾姑娘的不是简单的病情，而更像是诅咒。的确是诅咒，我实不相瞒，我曾有朋友遭受过同样的诅咒。楚风道：同样的诅咒？楚风此话一出，莫说白云清一脸诧异的看向楚风，就连李雾姑娘也是看向楚风，显然他们都想在楚风这里得到更多的线索与消息。而楚风也没有隐瞒，将黑毛幽灵的事情告知了白云清与李雾姑娘。所以楚风大哥，你的意思是那个可怕的黑毛幽灵离开你们祖武天河后，刚好来到了这片丛林之中，并且如今他很可能就在那黑木丛林之内？白云清问。有这个可能，但也不敢肯定，毕竟远古的事情谁说得清楚呢？那黑毛幽灵掌握的也不过是诅咒之法，说不定远古时期掌握相同诅咒之法的人不止他一个。楚风道：那倒也是，不过真相很可能就在那黑色枯树林。楚风大哥，你替我照看一下李雾姑娘，我去那里看看。白云清道。可就在此时，李雾姑娘的脸上再度露出了痛苦的表情，那诅咒竟然再度袭来。见状，楚风赶忙再度帮李雾姑娘进行医治，虽然很快再度压制诅咒的发作，但李雾姑娘的身体却越发虚弱，并且楚风感觉李雾姑娘的诅咒比白黎洛还要严重得多，随时可能还会再度发作。于是楚风布置阵法，炼制了多颗可以压制诅咒的丹药，将这些丹药递给了白云清。你留下照顾李雾姑娘，我自己去即可。楚风道。楚风大哥，这不行。白云清则在立刻拒绝，别婆婆妈妈的，我有自保的手段，你去的话反而会成为累赘，况且李雾姑娘也需要人照顾。楚风道。白云清的第一反应便是有危险，应该他去。可是仔细想想，楚风说的也很有道理，于是只能妥协。那好吧，楚风大哥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。白云清虽然妥协，但却一脸惭愧。按理来说，这些事情应该他来解决的，只是目前的情况他的确没有什么把握，况且李雾姑娘这个样子，他也着实是放心不下。眼下的情况还真的只能交给楚风了。兄弟之间别说这些了，显得见外。放心，我会安然归来的。楚风知道白云清心中所想，笑着拍了拍白云清的肩膀。楚风公子，真的劝你不要去。李雾姑娘对楚风道。李雾姑娘，我此次来就是与我兄弟解决你这诅咒的。来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不简单了，我就实话实说吧。我兄弟之前带着他的师尊来过，他师尊那个时候就察觉到了此地的不简单，害怕我兄弟有事，所以直接强行带着他离开了。楚风话到此处，那里雾发出一声冷笑道：我知道你知道此事，但你并不知道全部。我兄弟的师尊想护他安然，这也是情理之中。这件事你也不必责怪他的师尊，你更不该怪我兄弟，因为他当日不仅是被其师尊强行带走的，他师尊更是警告过他，从此不可再踏入此地，否则便会对他进行重罚。但哪怕如此，他今日还是来了，你应该知道你在他心中有多重要了吧？楚风此话说完，李雾姑娘也是沉默了。
而楚风之所以故意提起此事，就是他发现里乌姑娘对白云清有怨念，这怨念必然是因为当日之事。人生病的时候本就需要关爱，白云清带着她师尊来，本是替里乌姑娘医病的。相信那个时候里乌姑娘已是寄予厚望，可当白云清的师尊真的来了，不仅没有帮她，反而嫌弃的带着白云清离开。换作是谁，心里都会不舒服。那便有劳楚风公子。李雾纠结片刻后，还是画下了前往黑色枯树林的地图，递给了楚风。楚风拿着地图便直接离开。他说的是真的。楚风走后，李雾姑娘看向白云清，是。白云清点头道：“那你这个大哥比你师尊靠谱。”李雾姑娘道：“李雾姑娘，其实我师尊他。”白云清还想解释，毕竟他师尊对他而言也是很重要的人，他并不希望李雾姑娘对他师尊有不好的看法。别说了，我只相信我看到的，我要休息了。李雾姑娘冷冷的道，且此话说完，便向屋内行去。见状，白云清也是不敢再多言，但也没有离开，而是在院内等候，只是目光却忍不住向楚风离去的方向望去。楚风大哥，你可一定不要有事啊！楚风按照地图所示，向远古丛林深处行去。虽然嘴上说着让李雾姑娘被诅咒的可能不是黑毛幽灵，可自从看到那黑毛之后，楚风便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预感，黑毛幽灵很可能就在这片丛林之中。他很想找到黑毛幽灵，因为他很想将白梨落身上的诅咒彻底清除。所以现在不仅仅是为了李雾姑娘，也是为了白梨落。终于，黑色的枯树映入眼帘，并且越来越多，但同时阵阵寒意也是席卷而来。黑色的枯树林本就有些诡异，再加上那强烈的寒意，危险的信号已是非常浓郁。换作寻常人，面对这种情况，多半会转身便逃。可楚风不仅不怕，反而变得兴奋起来。黑毛幽灵，希望是你。他很希望能再见到黑毛幽灵。楚风赶忙拿出天师拂尘，只是天师拂尘没有给予任何指引，又不帮忙嘛。楚风有些无奈。现在他哪怕没有动用任何特别的观察手段，只是凭借戒灵师本身的观察力，楚风就已经看出此地的不简单。正常来说，天师拂尘不可能没有作用，可天师拂尘就是如此，他具有自己的灵性，帮或不帮，全看他的心情。他若不给予帮助，楚风也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靠自己。于是楚风张开天眼进行观察，好在天眼之下，此处线索变得更加清晰。楚风快速地向这片黑色枯树林深处行去，但同时也是四下观察，就像是寻觅着什么。终于，他停了下来，目光锁定一处，且面露喜色。这里有遗迹。楚风道：“遗迹危险吗？”女王大人问。不好判断，进去看看。楚风于多处布阵，并且阵法十分巧妙，这是开启遗迹的方法。也幸好楚风在神迹传承的戒灵师的修为得到了提升，否则就算他的破阵技巧得到了秦九大人真传，但没有足够的修为支撑，也无法开启此地的入口。当然，若不是因为他得到了秦九大人的真传，以他这个戒灵师境界，也是很难开启此地。伴随一阵轰鸣，一道石门自地底浮现，且自动带开。楚风已是成功开启这座遗迹的入口，但楚风不敢贸然踏入，而是仔细观察一番。但很快他神色一动，这里面有人。楚风道：“是黑毛幽灵吗？”女王大人问。感觉不像，不是邪恶的气息，更像是当代修武者。楚风道：“当代修武者，难道是有人发现了这座遗迹？”女王大人问。很有这个可能，进去探探。楚风说话间便踏入其中，为了避免意外，他还布置了隐藏结界，使得自己隐藏身形。可是随着深入，楚风发现这遗迹内错综复杂，并且走着走着，楚风感觉自身的力量也是受到了束缚，并且这种束缚也是越来越牢固，不仅仅是结界之术，就连修为也是被束缚的彻底。楚风，怎么回事？为何我感觉我的修为好像被束缚了？忽然，女王大人道：“你也被束缚了。”楚风意外：“所以你已经被束缚了吗？”女王大人听出了楚风的言外之意：“是，我是怕你担心，所以没告诉你。只是没有想到这遗迹内的力量这么强，居然连你的修为也被束缚了。不仅如此，我的隐藏阵法也失效了。”楚风道：“此地好事古怪。”楚风，要不先退出去？女王大人倒不是害怕，而是担心楚风，毕竟修武者凭借的就是修为，现在楚风的修为都被束缚了，在这里面若是遇到什么危险，那就只能等死，退不出去了。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迷宫之中，想原路返回已经不可能了。楚风道：“居然是迷宫！”女王大人眉头皱起，若不是楚风说的话，她还没有察觉到这一点。无碍，我已经寻得了一些线索，这将是一种考验，只要通关，便可以选择离开，或是继续深入。虽身陷险境，但楚风却丝毫不慌，反而自信满满，因为一路走来，他都在认真观察。虽然这是一座迷宫，可是墙壁上偶尔会出现一些线索，那正是破阵的方法。这个破阵方法较为特别，哪怕修为被封，也可布阵。楚风目前已经寻得一些布阵之法，只要继续寻找，拼凑完整，便可直接布阵破开这遗迹。于是接下来，楚风继续仔细观察。可楚风当走过地宫长廊的一个转角处时，楚风忽然神色一动，因为在前方的地宫长廊内出现了一道身影，那是一个青年男子，身高足有2米，哪怕身穿长袍，也能感受到他那爆炸性的肌肉线条。此人不仅身强体壮，长相也是充满男子气概，很帅，不是那种清秀的帅，而是充满阳刚之气的帅。而楚风发现他的时候，他也刚好发现了楚风，且开始打量楚风。但是他打量人的眼神，可就让楚风有些不爽了。他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，这又是一个目中无人之辈。你是谁？那青年男子对楚风问道，就像是审问。你又是谁？楚风问。居然不知道我是谁？青年男子有些意外。我为什么一定要知道你是谁？楚风不屑一笑，居然敢对我露出这种表情，你该不会是那丫头的同伙吧？青年男子眯起双眼，露出敌意。丫头？你说的是哪个丫头？楚风问。楚风倒是不怕对方，但是就算要打，也要搞个清楚。
就那个丫头啊，还能是哪个丫头？青年男子道：“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说话能不能清楚点？”楚风有些不耐烦，感觉此人说话磨磨唧唧，像个娘们，果然是弹丸之地，真是一点见识都没有。小子，仔细看好小爷这张脸，以后你会知道你遇到过怎样的人物，那个时候你将悔恨终生，连做梦都会悔恨到流泪。青年男子道：“为何？”楚风问：“为何？”居然问这种话，自然是因为你没有巴结小爷而感到后悔。青年男子道：“听到这里，楚风都不由道笑了，旋即道：兄弟，所以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何会到此地？想知道小爷是谁？我偏不告诉你，小爷偏要让你后悔。再见。”话罢，青年男子便转身狂奔，一边狂奔还一边大笑，就像是害怕楚风追上他一样，跑得还很快，转眼间便消失不见了。这人有病吧？女王大人忍不住骂道。可楚风却是立刻追了上去，尽管那男子修为也被封锁了，可是楚风还是发现这男子的实力很不简单，不然不可能修为被封都能跑得如此之快，这说明他的身体已经修炼到了一种很强的地步。若是修为没有被束缚，实力必然更强，甚至在自己之上。他没有吹牛，他似乎真的不是简单的人物。虽然这个男子跟有病一样，但他是有实力的，而且楚风觉得不管他是何来历，应该知晓一些关于这里的事情，只是奈何男子速度太快了，同样是修为被束缚的情况下，楚风竟追赶不上，这更加验证了楚风的猜测，那男子的修为很可能在自己之上。追赶不上那男子的情况下，楚风也只得继续按照先前的思路寻找破阵线索。很快，楚风便寻到了完整的破阵之法。尽管结界之术被封锁，但这阵法仍能以特殊手段布置。阵法完成，整个地宫开始天摇地晃，一股传送之力覆盖整个地宫。楚风被传送之力覆盖，下一刻出现在了一个大殿之内。这大殿之内有着2道结界门，一道是结界门上面写着禁字，而另一道结界门上面则是写着退字。很显然，若想继续，便踏入禁之门；若想离开，便可踏入退之门。而就在此时，又有一道传送之力于楚风身旁浮现，结界之力消散之际，一道身影也是浮现而出，正是刚刚那位青年男子。你怎么也会来到此地？青年男子看到楚风，目露诧异，就仿佛楚风不该出现于此。你能来到此地，还是托了我的福。楚风说道：“你这小子倒是挺能吹牛，若是你日后知道我是谁，必然会因在我面前吹牛而感到羞耻。”青年男子道：“那我倒是想问问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何会来到此地？”楚风问：“你想知道？我偏不告诉你。”青年男子说话间便向那禁之门走去，但楚风却注意到，这青年男子在动身之前已经认真观察过这里，那种眼神说明他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，第一次见识到这座大殿。这个青年男子应该不是本地人。我不管你因何来到此地，但我奉劝你一句，若要继续深入，很是凶险。我劝你3思而后行。楚风道：“看不出来，还是心善之人。兄弟，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你若知道我是谁，你就不会对我劝这句话。我之本事超乎你之想象，此地若我都不能入，那整个浩瀚修武界都没几个人可以入。况且现在我也不是想退就能退的了，还有人需要我来救。倒是你，若是没有要紧事，还是赶紧离开吧。我已经发现了，这里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闯的地方。不管你是因何而来，但生命最可贵，还是别冒这个险，回家陪家人去吧。”青年男子此话说完，便踏入禁之门内。见状，楚风也是赶忙跟上去，他还想继续与青年男子交流，想从青年男子这里获取更多线索。只是穿过结界门，楚风却没有再见到青年男子的身影。此时，楚风进入了一个结界空间之内，这是独属于他的结界空间，且充满远古气息。楚风知道接下来的考验，他与那青年男子是分开的。那个家伙说他要救人，莫非他也有亲人朋友遭受了诅咒？女王大人问。很可能是，楚风道，但同时却在仔细观察周围。此时的楚风漂浮于半空之上，四面漆黑无比，他什么都看不到，也不知接下来的考验究竟是什么。忽然之间，这空间开始变化，原本有限的空间开始变得无穷的大，仿佛浩瀚修武界也不过如此。而这空间内却看不到任何一个世界，空空荡荡，漆黑无比，幽暗深邃，没有任何威压，没有任何力量，只是身在这空间之内，便会感觉自己无比渺小。莫说修为受限，就算修为恢复，楚风觉得他恐怕也飞不到这世界的边缘处，太大了，大到超乎想象。但这远古遗迹似乎比想象的厉害得多。楚风道，感觉到了，这个世界看似简单，实则需要极为强大的力量才能打造而成。此地主人必是极为强大的存在，恐怕在远古时期也是有着一席之地。女王大人道，哪怕身在楚风的界灵空间内，但只凭借楚风所看，他也能感受到这世界的利奥的。这也是为何根本没有见到此地主人，他便给出如此高之评价的原因。忽然，世界深处出现一团红色气焰，红色气焰起初很小，围成一团，而眼下红色气焰越来越大，不是它在变大，是因为它本来就巨大无比。之前小不过是因为距离楚风太远，而现在它正在快速地向楚风靠近。随着红色气焰越来越近，整个空间开始颤动，并且动静越来越大。楚风的呼吸也是变得急促，尽管早有准备，可当那红色气焰真的靠近，楚风还是感受到了极强的压迫感。那红色气焰巨大无比，有一片星域那么巨大，这样的面积说明什么？说明若是他想，可以顷刻之间便毁灭一片星域，这将是何等力量！尽管没有散发一丝威压，可楚风丝毫不怀疑那红色气焰的威力。那红色气焰随便一缕，哪怕只有蚂蚁大小的一点点，都可以抹杀现在的楚风，甚至楚风体内父亲留下的守护阵法都未必能够阻挡。
这就是那红色气焰的强大，尽管没有释放威压，只是浮现眼前，可却让楚风不敢有一丝低估。就在此时，楚风身后出现一道结界门，楚风回头看了一眼，能够感觉到那结界门可以让自己回到刚刚的大殿，可为何已经踏入此处，却又出现了这样的结界门？就在楚风不解之际，那滔天的红色气焰内传来了一道女子的声音，其声音浑厚无比，仿佛她根本不是一个人，而是这眼前所见的整个世界。倘若真的有神，那恐怕神之声音就当如此。此地乃本地行宫之一，若想深入，需承受本地之地威，尔等不过凡夫俗子，本地劝你三思而后行。若现在心生退意，转身即可；若敢向前，便再无回头之路。能否安然活命，全凭尔之本事。话落，眼前的红色气焰便向楚风冲击而来，不只是楚风，而是席卷整个世界。楚风觉得他还是低估了这红色气焰，这红色气焰不仅能够毁灭一方星域，恐怕一方天河也难以招架。楚风，快走！眼见不妙，女王大人赶忙劝阻。他本不愿去管楚风太多事情，可眼前这位简直强大到超乎想象。女王大人怕楚风承受不住，淡相信我。可楚风连头都不回。此话说完，便向前走去。这一步刚刚踏出，身后的结界门便立刻消散，预示着楚风已无回头路。可哪怕如此，楚风却也丝毫不慌，反而嘴角微微上扬。帝威，想当年在一方下界，也有人称我为帝，但前辈之本事，我自知远远不及。不知为何前辈也以帝自居，晚辈虽实力不济，但却有着几分勇气。今日既有幸遇到前辈，也是莫大的缘分。若就此离去，恐会留下遗憾，不如就让晚辈来领教一下前辈这帝威。话罢，楚风便向前走去，这一次没有停留，直奔那声音传来之处行去。而同时，红色气焰如滔天巨浪，自四面八方向楚风席卷而来，那仿佛瞬息之间便可让楚风粉身碎骨的气息，也是随之而来。楚风早已被红色气焰所吞噬，眼下的楚风仿佛落入大海深处，只是席卷于四周的不是汹涌的海水，而是那可怕的红色气焰。近距离观看，那红色气焰不仅不可怕，反而极美。但楚风却知道，这红色气焰究竟是多么可怕之物。楚风早就知道，修武一途，自己要走的路还很长，自己还很弱小，而眼下这红色气焰却让楚风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弱小。莫说修武一途的终点，只是距离这红色气焰的主人楚风与其之差距，都是望不到边际那种。此时，红色气焰不断向楚风席卷而来，楚风的衣衫却完好无损。从表面来看，楚风明明没有负伤，可他的脸上却是露出了艰难之色。这红色气焰攻击的乃是灵魂，准确来说是压迫，这便是帝威吗？楚风感受到那席卷灵魂的力量，起初也是感觉头脑发懵，意识都要崩溃，但凭借强大的意志力，楚风还是很快便恢复了理智。楚风的忍受力极强，痛苦什么的，只要身体能承受，他便大多可以忍受，很少会因为疼痛而意志崩溃。强大的意志力乃是楚风优于常人的王牌，也是多年艰于生死历练所得之成果。因此，只要能够保持理智，这帝威的力量又不再增强，楚风的灵魂完全可以抗得住。于是短暂的适应之后，楚风开始扛着这帝威快速向前。可是随着时间推移，楚风的步伐也是越发沉重。尽管他的意志力能够保持理智，但是他的身体却有些承受不住了，身躯越发疲惫，也便导致脚步越发沉重。这种情况下，楚风也是有些慌了。这样下去，就算他的灵魂没事，可身体也是迟早会支撑不住。楚风不知道，若是无法继续前行，他还能否通过考验，你有再进一步的资格。而就在此时，那浑厚无比且高高在上，宛如神邸一般可传遍世界的女子声音再度响起。下一刻，围绕着楚风的红色气焰开始散去。当红色气焰散去之后，楚风惊愕地发现，他已不是在那无边的空间世界之中，而是在一座大殿的半空之上。多谢前辈手下留情。尽管那红色气焰已是消失，可楚风还是满含谢意地对着前方施以一礼。他知道，他能够站在这里，乃是因为对方手下留情了。刚刚的所谓地位，根本不是对方真正的力量，如若不然，他的修为又怎能抗得住？只是楚风的施礼没有得到一丝回应，而楚风也没多说什么，他道谢是发自内心的，但也不会妄想通过这种方式而得到对方认可。他很清楚，既是对方设下的关卡，自己想要通过，就只能凭借自己的本事，本事不足，什么方式都没用。而现在的形势来看，后面应该还要考验才对。于是，楚风赶忙飞落而下，且取出丹药丢入口中。此时的他也是非常的虚弱，必须尽快恢复状态，因为按照他的观察来看，后面的考验只会越来越难。忽然，大殿震荡，原本封闭的前后墙壁出现了暗门，两道暗门同时开启，身后的暗门打开后，乃是一道结界门。这道结界门同样写着退字，而前方的暗门打开，并非结界门，而是一道幽暗的长廊。长廊之内弥漫着红色气焰，这红色气焰与先前见到的红色气焰从形态上来看很像，但这红色气焰从感官上来看，远不及刚刚世界内所见到的红色气焰那么恐怖。可偏偏这红色气焰散发着极为刺鼻的血腥之气。就在此时，忽然又有一道传送之力浮现，传送之力消散后，一道熟悉的身影也是再度浮现。此人正是之前见到的那位青年男子，只是此时这位青年男子状态十分糟糕，不仅脸色惨白，双眼更是呆滞，全然没有了之前的活力。尽管他还醒着，可实际上他更像是死了。难道是刚刚那地位？他也选择了挑战。楚风走上前去，一把抓住了青年男子脉搏，这才发现青年男子的状态的确很差，若是置之不理，他可能会死。楚风很想帮他，
只是此时他的结界之力被封，只能取出丹药为青年男子服下。可是楚风也清楚，只是这丹药基本没有任何作用。你想救他？就在此时，那强大女子的声音再度响起。虽然没有现身，但楚风意识到，那强大女子似乎并非纯粹的阵法，她是拥有自己的意识的。看来这里的主人还在世。前辈，我有心无力。楚风说的是实话。莫说修为被封，就算没有被封，以他的结界之术，恐怕也难以救他。就在此时，一道红色的结界门浮现而出，那结界门看着极其凶险。若想救他，可踏入此门接受考验。强大女子的声音再度响起：“楚风，别去，他与你没有任何关系，没必要因为他冒险。”女王大人赶忙劝道：“就算是傻子，也能看得出，那红色结界门内蕴藏着极大的凶险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感谢前辈给晚辈这次机会。”可楚风却站起身来，向那道红色结界门走去。“楚风，你疯了，不许去，给我回来！”见状，女王大人大声劝阻：“蛋蛋，别怕，这是一道送分题。”楚风则是自信地回道。女王大人被楚风的话说得一头雾水，她还没反应过来，楚风已是踏入其中。可穿过结界门之后，楚风则是再度回到了大殿之内，勇气可嘉，他欠了你一个人情。强大女子声音再度响起，同时一股红色气焰凭空浮现，向那青年男子席卷而去。红色气焰的侵蚀下，青年男子的状态开始好转，是红色气焰正在对他进行治疗。楚风，咋回事？女王大人更加不解，因为刚刚楚风明显没有经受考验，他只是从那结界门内穿了一下而已。那红色结界门看着凶险，但我却有一种直觉，他是吓唬人的，所以我赌那只不过是一个样子。就算真的有考验，必然也不会是很凶险的那种。这种考验也许会吓唬住其他人，但却吓唬不住我，所以于我而言，不过是一道送分题。楚风道：“这样的吗？虽然，可是，但你这样说，我怎么感觉你是在说本女王很笨？”女王大人皱眉道：“毕竟她也被吓到了。我的女王大人当然不笨，其实我也有赌的成分，只是运气好，赌对了。”楚风嘻嘻笑道：“求生欲可谓满满，所以你不是为了救他，更多的是赌这次机会。”女王大人问：“是，我觉得救这男子本身就是一个考验。”楚风说话的时候，目光也一直在青年男子的身上。青年男子之前的状态非常糟，基本等于是活死人了，至少在楚风看来，他很难被治愈。可现在那红色气焰的包裹下，青年男子的状态以肉眼可见的快速变好。红色气焰不仅具有毁天灭地的威力，竟还有不可思议的治疗之力，不仅是杀伤力，包括那治疗之力，都是楚风目前所远远无法触及的力量。此地主人究竟何方神圣？楚风也算见过不少强大人物了，很多人在楚风看来，那都是站在顶峰的存在。可此地主人给楚风的感觉，却仿佛比楚风之前见到的任何人都要更强。尽管他还没有现身，但他之强大，却已注入楚风的灵魂。而如此强大存在镇守的地方，必然伴随着极大的机遇。难道黑毛幽灵也是因此而来？之前楚风觉得黑毛幽灵可能是此地主人，但现在几乎可以断定，红色气焰的主人才是的此地的主人。这样的话，黑毛幽灵很可能与楚风一样，也是闯入此地之人罢了。很快，红色气焰散去，而那青年男子虽还有些虚弱，但生命已无大碍。兄弟，多谢。青年男子恢复后，第一时间便走到楚风面前施以一礼。虽然你这改变的态度让我很是喜欢，但我必须告诉你实话，并不是我救了你，而是此地的力量救了你。楚风笑道。见楚风这样说，那青年男子也是咧嘴一笑。首先，我的态度并没有任何问题，你不知道我是谁，本来就是你的不对，毕竟我很有名，但我也只是提醒你这一点，并没有任何欺压你的对方，最多就是有点态度高傲，可能于你看来会有些不爽，可在我看来，我的态度已是十分友善，所以还请兄弟莫要介意。另外，刚刚那救我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你，但我已经知道是你的一个选择，给了我获救的机会。其实不仅是我想救的人也已经得救了，此时正在外面等我，所以我是欠了你2份恩情。青年男子道。听到这里，楚风也是大概明白，应该是刚才治疗的同时，青年男子也得到了一些信息。那不知兄台，你究竟是谁，又为何来到此地？楚风问。青年男子叹息一声道：“现在我反而不希望你知道我是谁了，实在太丢人了。若是可以，我真希望你永远不知道我是谁。至于我为何来到此地，是寻找一个人，但关于他的事，我也不方便说太多，不然显得冒犯，还请兄弟不要介意。”青年男子道：“没事。”楚风微微一笑，表示理解。这位兄弟，不如你说说，你为何来到此地？青年男子对楚风问，而楚风也没有隐瞒，大概将事情说了一遍。诅咒，那看来你来此的目的与我全然不同，但我奉劝兄弟，若是可以，还是离开此地吧，这里很不寻常。青年男子道：“我的目的还没达成，还不能走。”楚风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只能祝你好运了，兄弟。”话到此处，青年男子似是想起什么，于是问：“我刚刚进入了一个空间，遇到了一团巨大到超越星域的红色气焰，气焰主人自称为帝，我未能抗住他口中的地位，险些丧命。我见兄弟安然无恙地站在此地，不知你经受了怎样的考验？”此话说完，青年男子目光紧紧地锁定着楚风。我若说与你一样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吹牛逼？楚风问。听闻此话，青年男子哈哈大笑，看来是我狗眼看人低了。显然他是相信了楚风的话，也意识到了楚风的不简单。兄弟，我的乾坤袋被封了，所以今日无法感谢兄弟你的恩情了。若是有朝一日还能相遇，这份恩情必然回报。告辞了。话罢，青年男子对楚风施以一礼，随后便转身踏入了那离开的结界门。这个家伙不太地道啊，明明知道是你救了他，结果什么好处都没给你，也就算了，
居然连有用的线索也没给。女王大人有些不爽，我倒是觉得此人有自己的原则，挺好的。反正本来我也没指望他报答我，我帮他只是想通过考验罢了。楚风道。听到楚风这样说，女王大人也不好说啥。的确，楚风也是有着他的目的。青年男子走后，楚风也是立刻动身向此地深处走去。而与此同时，那青年男子已是通过结界门回到了丛林之外，漂浮在黑树林的上空。少爷，你没事吧？很快一道身影来到了青年男子身旁。这老者身高足有30米，身强体壮，面容凶狠，哪怕还像是个人，简直像是个移动的小山。可偏偏此时老者脸上没有一丝傲气，反而有种劫后余生的恐慌。我没事。青年男子道。老夫惭愧，本该守护少爷，结果还要少爷救老夫。老者惭愧的道。无事便好，不过说起来，可不是我救了你，我也是被人救了。青年男子道。难道是那位姑娘？老者问。青年男子摇了摇头。不是，是一个看上去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，他很不简单，过了我过不去的考验，竟有如此厉害之人。听到青年男子的话，老者也意识到其少爷口中之人很不简单，于是问道。那少爷可知此人是何来头？听闻此话，青年男子猛拍脑门。我擦，被此地主人的警告吓到了，只想着赶紧离开，竟忘记询问他叫啥了。少爷，所以你也被那声音警告了？老者问。你也被警告了？青年男子反问。是，刚刚离开之时，听到了一个女子声音，警告不可再踏入此地，否则便叫我有来无回。话到此处，老者嘴角露出了一抹苦笑。那看来是一样的，我虽然得救，可却也被警告了。话到此处，青年男子也是露出了一抹苦笑。他们是何等人物？何人敢对他们如此？可偏偏今日这个警告却让他不敢不听。这个遗迹太不寻常，必有不小的机缘。老者虽心有余悸，可多年经验却让他意识到此地必然藏着莫大机缘。望着下方，老者的眼中竟露出了一抹贪婪。可青年男子却忽然对老者道。田老，这么多年我没求过您什么，今日请您务必答应我一件事。少爷，何事？老者赶忙询问，因为他少见的在青年男子的脸上看到如此凝重的神情。你应该知道，我父亲现在在为我族寻求突破，若被他知道有此等地方，必然会不惜代价全力探索。青年男子道。是。老者点头表示赞同。所以此地务必不可让我父亲知道。青年男子道。老者有些意外，因为他也觉得此地乃是一次机会，本想回去立刻禀告的。我虽不知道你刚刚经历了什么，但我差一点丧命于此，若不是那位兄弟，你便见不到我了。青年男子道。少爷，你遇到了生命危险。此时老者面露紧张。是，我很可能遇到了此地主人，他之力量我从未见过，贸然接受考验，使我险些丧命。总之，若不想我族陨落，便不要告诉我父亲，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地方。青年男子道。看着青年男子那如此凝重的表情，老者也是点了点头。老夫定会守口如瓶，不将此事与任何人提起。旋即二人便离开了此地。而与此同时，楚风于弥漫着红色气焰的长廊之内前行。这长廊十分诡异，楚风也是小心翼翼，但一路走来不仅没有遇到任何凶险，反而伴随深入，他的修为竟然开始恢复。当楚风走出弥漫红色气焰的长廊时，他的修为已是几乎全部恢复。而穿过红色长廊后，楚风竟走出了那道宫，踏入了一片丛林。只不过这片丛林的树木皆是红色，是宛如鲜血一般的红，并且每棵树上面一眼望去有些瘆人。不过经历这么多，对于这些景物，楚风早就见怪不怪了。走出来之后，楚风便立刻御空而起，因为他感应到了另外一道气息。起初觉得可能是黑毛幽灵，可是靠近之后，楚风却发现那竟是一位姑娘。那姑娘身穿白色长裙，头扎黑色马尾辫，马尾过腰，以红绳系着，给人的感觉既干净又有着几分俏皮。至于长相，白净的脸蛋，一双乌黑的大眼睛。楚风见过的美女虽多，但这位也算上乘。但相比于她的衣着和脸蛋，楚风更好奇她腰间的饰品，那不是简单的铃铛，而是一串风铃。很少见人将风铃当作饰品放在身上的。至于其修为，楚风看不透，应该是身上有着隐藏修为的宝贝。于是楚风便将目光移向了那姑娘的身前，那里有着一道石碑，石碑不仅散发着远古气息，更是蕴藏着一道阵法，同时上面记载着一些隐藏内容，那是一个入口。此时那姑娘也在认真观察石碑，应该是想破开那阵法踏入此地。忽然那姑娘白裙飘动，是有结界之力涌现，灰龙神袍。楚风目光变化，如果之前不能确定，那么现在几乎可以确定，这姑娘是个解灵天才。不出意外，她应该也是小辈，而一个小辈具有灰龙神袍的结界之术，便是绝对的天才。并且这姑娘不仅是结界之术的境界很高，其布阵手段也非常巧妙，甚至还在白云清之上。这丫头该不会就是那个男的所说的丫头吧？女王大人问。先前遇到的青年男子见到楚风的第一反应，便问楚风是不是那个丫头的同伙，并且那一刻面露敌意。不知道，现身看看吧。楚风本是隐藏状态，但见这姑娘不像恶人，且那个入口很可能就是自己需要进入的地方，因此楚风果断选择现身。而此时那姑娘也是发现楚风，立刻警觉地看向楚风。是谁？姑娘放心，我无恶意。楚风摊着双手说道。你是何人？那位姑娘问。在下来到这里是有一些事情，对此并不熟悉，不知姑娘为何来到此地。楚风问。为何来到此地？与你并没关系吧？那姑娘道。见这姑娘对自己充满戒备，楚风也是笑了笑，旋即飞落而下。姑娘好像被此物难住了，不如让我来吧。楚风说话间便向那石碑走去。你来，你看不到我布置的阵法适合境界吗？若是我都破不开，你又怎会破的？
话到此处，那姑娘忽然呆住了，因为楚风释放出了结界之力，蓝龙神袍在她之上。好吧，你来。这姑娘的变脸倒是挺快，而楚风也不怠慢，靠近之后直接开始布阵。同时，楚风的目光也是一直在石碑上面扫视，甚至动用了天眼。其实这石碑不是单纯的凭借结界境界就可以破开的，这里主要要求的也是破阵技巧。但偏偏楚风的破阵技巧可是得到过秦九大人真传的，所以这种阵法对于楚风而言简直砍瓜切菜。而这姑娘也是有眼光的人，看到楚风阵法渐渐成型，她的目光也是越发明亮，意识到楚风比她想象的还要不简单，所以她也是一言不发，就站在一旁看着楚风破阵。终于阵法解除，那石碑开始沉入地底，取而代之的乃是一道结界门。公子好厉害啊，不知公子如何称呼？那姑娘问。在下楚风，不知道姑娘如何称呼？楚风问。我叫风铃。这位姑娘道。原来是风铃姑娘，不知风铃姑娘现在可否方便告知我，你为何来到此地？楚风问。这一次这叫做风铃的姑娘明显放下了防备，直接告知了楚风缘由。原来这位风铃姑娘有一位好友曾路过此地，而路过之时发现此地天地能量浓郁，于是便想探个究竟。而后面他的朋友便生病了，状况与礼物姑娘一模一样。后面这位风铃曾尝试过多种方法帮其朋友医治，都无效果，于是便想来到这里，想看看能否寻得解救他朋友的方法。原来是这样，风铃姑娘还真是有情有义之人。说来也巧，我也是因此而来到这里的。随后楚风将自己来到这里的原因也告诉了这位叫做风铃的姑娘，但楚风只是说了礼物的事情，并没有深说关于黑毛幽灵的事情。原来我们是一样的目的啊，那还真挺巧的。得知楚风来此与自己目的相同，那风铃看楚风的眼神则是更加亲切了一些。对了，风铃姑娘，你可认识这个人？楚风说话间随手一挥，一道身影浮现，正是刚刚的青年男子。但这乃是楚风以阵法所化，虽然与真人一模一样，但却并非是真人。这是谁啊？不认识。风铃摇了摇头，旋即对楚风问道：你朋友吗？不是，是刚才偶遇的一个人，他见到我的时候说我是不是那个丫头的同伙，而我在这里只见到了风铃姑娘，你，所以便想着你是不是他要找的人。楚风道：不是，我都不认得他。风铃此话说完，看向那结界门，楚风公子，我们进去吧。好。楚风笑着点了点头，虽然嘴上这样应下，可同时却对女王大人道：淡淡，这姑娘不简单。怎么讲？女王大人问。刚刚的石碑不仅仅蕴藏了开启这结界门的阵法，同时记载了这结界门内会面对的一些情况。这个丫头在我来之前并未立刻破阵，而是认真观察那石碑，明显就是在破解那石碑上面记载的内容。她必然是了解了其中内容之后才开始破阵的。虽然我来的时间短，可刚才破阵的时候我也在观察石碑上的内容，以是得知这结界门内会面临3重考验，那考验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。可这个丫头明明知道这一点，却没有给予我任何提醒，而是直接让我进去，看来她并不值得信赖。楚风说道。可恶啊，这丫头长得人模狗样的，想不到这么狗。既然如此，干脆把她宰了。女王大人气愤的道，并且她可不是开玩笑，是真的动了杀心。听到女王大人这样说，楚风则是不知道怎么接了。虽然他也觉得这丫头有些过分，可并不至于宰了对方。怎么，该不会是看她长得好看不忍心了吧？见楚风迟疑，女王大人撇着嘴道，当然不是，只是她虽然没有提醒我，但也没有坑害我。我楚风虽不是善人，但也不是不讲理的恶人，在我这里来看，这个杀人的理由还不够，先看看他后面是否耍手段，如果之后他对我不利，那我就宰了他。楚风说道。行吧，你说的也是有些道理。女王大人点头表示赞同。那风铃可不知道楚风在与女王大人对话，他见楚风并未动身，便说道，公子怎么还不进去？不如风铃姑娘先请。楚风笑道。然而对此，那风铃姑娘微微一笑，竟并未拒绝。好，那我打头阵，你为我殿后。话罢，他便真的踏入其中。见状，楚风也是跟了进去，穿过结界门，楚风便进入了一片黑漆漆的空间之内。这个空间与先前见到那红色气焰的空间可谓一模一样，这里很大，大到难以估量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他们的身后那结界门则是一直在，那结界门既然没有关闭，就是随时可以退出这里的，怎么感觉不妙啊？女王大人道。石碑上有提示，接下来有3道关卡，第1道是对武力的考验，第2道是对结界的考验，第3道则是对天赋的考验，最后1道我倒是挺有信心的，但是前2道还真没把握。楚风说道。那你还进来？女王大人有些埋怨，总觉得是个机会，不想错过，这里也许有好处。楚风说道。就在此时，2人下方传来阵阵轰鸣，结界之力浮现，形成一座高塔，高台快速升起，很快将楚风2人承载。紧接着，高台涌现出守护阵法，将高台上的楚风2人护在了当中。这是啥意思？楚风诧异，他看得出来这守护阵法很是强横，可他们2人来这里不是闯关的吗？怎么会有这样的阵法出现来守护他们呢？就在楚风不解之际，高台的中间区域出现了一道机关暗门，暗门打开，有一颗水晶漂浮而出，那是一颗黑色的水晶，乍一看很普通，可当楚风看到那黑色水晶的一刻，楚风便心中一紧，那黑色水晶仿佛蕴藏着什么东西，楚风看不出那是什么，但却对楚风充斥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。不只是楚风，风铃也是如此。当那黑色水晶出现的一刻，楚风与风铃的目光便没有从那上面移开过，被其深深吸引。楚风，那是什么？女王大人问。好像是太古之物，蕴藏极为久远的气息，恐怕在太古时期也是极为久远的存在。楚风说道。那里面蕴藏着什么？女王大人问。虽然是通过楚风的目光所看到的此物，可是此时女王大人
也是感受到了此物所具备的吸引力。不知道，看不穿，但好像是很利奥德的东西。楚风说道。而就在此时，四面八方传来了鬼哭狼嚎的声音。从声音来判断，对方距离他们的距离应该还很远，可是对方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他们的方向靠近。而就在此时，那守护楚风二人的守护结界上面出现了一道结界门，这道结界门是通往高台之外的。楚风二人可以通过这结界门离开这守护结界的庇护，并且那结界门上面还写着武力二字。而显然，那石碑上面提示的第一道关卡就将来袭。楚风不由得看向风铃，想观察一下这个丫头。发现此时的风铃也将目光从那黑色水晶抽离，正在观察眼前局势。他观察得很认真，甚至使用了特殊且极为强大的观察手段。尽管很是隐秘，可楚风还是察觉到了，似是察觉到了楚风在看他。那风铃立刻露出了一副有些不安的表情，且指向那颗黑色水晶。公子，此物好诡异。他出现的那一刻，我便被其深深吸引了，而目光移开后，却又全然没有了那种吸引力。但若再看他，那股强烈的吸引力又会再度席卷心头，并且他还让我产生了一种极为强烈的想将其占为己有的想法，甚至拼命也要占据。你觉得此物会不会是让你我朋友被诅咒之物？风铃对楚风问道。不知道，相比于此物，我觉得眼下的局面可不太乐观。楚风道。可是听闻此话，那风铃则是笑了。公子放心，其实在石碑上，我早有发现，这考验分为3轮，第一轮是武力，你就待在此处，让我来应对即可。话罢，风铃衣衫舞动，其修为释放而出，乃是一位一品半神。感受到他的修为，楚风并不意外，他本就是天才，拥有如此修为很是正常。相反，感受到他的修为，楚风反而放下心来。毕竟之前只能确定这丫头的结界之术不如自己，但修为却无法确定。而现在确定了之后，楚风倒是安心了，至少说明这风铃不是自己对手。若他真的有什么猫腻，楚风也完全可以应对。叮铃铃！可就在此时，那风铃腰间的风铃响彻，原来是一层白色气焰自其体内释放而出，围绕着风铃旋转，就连其眼眸都是变成了白色。很快，就连其头发也是变成了白色。这丫头！此时，楚风目露金色，因为那风铃的修为正在快速攀升，2品半神、3品半神、4品半神、4品半神。风铃的修为最终停在了4品半神的境界。虽然这个境界楚风施展全力也可以达到，但这却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。哪怕妖孽级天才，大多也只能在半神境提升2重修为而已。能够从1品半神提升到4品半神，这是非常罕见的。这丫头有点意思啊，好像不是天赐神体，是血脉之力吗？女王大人问道。像是血脉之力，但不能确定。楚风道。而就在此时，那刺耳的哀嚎已是临近，同时席卷而来的还有滔天的武力，武力如潮水自4面8方席卷而来。而那其中还蕴藏着无数似人非人，宛如灵魂一般踢的家伙。那些哀嚎正是这些家伙所发出的。很快，他们便将这高台团团围住，且不断对着楚风二人发出怒吼与咆哮。不过碍于守护结界的存在，他们根本无法进入。同时，楚风也在观察着那些家伙的修为，但感应不到。就在此时，那风铃则是直接从结界门走了出去。他这一出去，那些隐藏于磅礴武力内的家伙们便纷纷释放出了修为，且向风铃围攻而去。4品半神，这是武力阵法。楚风道。而他之所以有这个判断，正是因为那些家伙虽然气势滔天，但起初都没有散发修为，他们的修为是风铃踏入武力阵法之后才释放而出的，并且刚好与此时风铃的修为一样，都是4品半神。因此楚风推断，这是一个可以根据破阵者的修为而调整力量的阵法。这丫头很厉害啊！女王大人之所以突然夸赞，乃是因为风铃正在与那武力阵法内的家伙们交战。那些宛如灵魂体的家伙，简直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，并且每一个都散发着4品半神的修为，修为相同，人数便会成为绝对优势。可是偏偏风铃却展现出了极为强大的压制力，尽管那些家伙宛如蜂群一般，接连不断的向风铃攻击而来，可风铃却能够一一击败。明明是相同境界，却展现出了压制性的力量，的确很强。楚风表示赞同，风铃展现出的战力可以说并不比自己弱上多少。不仅如此，他的战斗技巧也是十分精湛，哪怕楚风对战风铃，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胜过风铃。他怎么不使用武技？女王大人又道，应该是被限制了。楚风道，正常来说，面对着无穷无尽的同境界对手，就算战力再强，可总有力气耗尽的时候。强大的武技与兵刃便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帮手。可风铃不仅没有使用武技，也没有使用兵刃，最主要的是，楚风发现随着时间推移，风铃已经没有先前那么轻松，所以他不可能是轻敌大意，很有可能是根本就无法使用武技和兵器。虽然这丫头有些本事，但这样下去迟早会支撑不住。女王大人又道，而之所以这样说，乃是因为交战才开始没多久，风铃的各方面表现就已经开始下降，而那武力阵法内的那些灵魂体却仿佛斩杀不尽，持续下去，风铃战败乃是必然。楚风，你怎么想的？是出手相助，还是干脆借此机会消除这个对手？女王大人问。好像不能见死不救。楚风道。为何？女王大人问。没有任何根据，只是我自己的猜测。我觉得此地主人可能并不喜欢出卖朋友之人。楚风说道。好像也是，不然先前就不会给出让你救那个青年男子的考验了。此地主人应该是喜欢乐于主人的家伙，但这丫头实力不弱，若是将她救下，搞不好会是你的对手。女王大人道。那是后话了，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再说。虽然已经明确决定不会对风铃见死不救，可楚风并未立刻出手，而是认真观察。公子能否帮忙？而过来片刻后，风铃终于忍不住向楚风求助了。他现在已经渐渐不知，本想退回高台之内，
可却发现已经被封锁了进入结界门的道路。而在风铃求助后，楚风也终于动身。楚风手持太古英雄剑，穿过结界门，他刚刚踏入其中，那阵法便发生了变化。楚风面前的所有灵魂体手中都出现了一把长剑，但他们的修为却大幅度的下降，从4品半神下降到了1品半神的地步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楚风没有提升修为，他现在的修为就是1品半神。如楚风所料一样，这阵法果然会根据对手的修为进行变化。楚风提前拿出了太古英雄剑，可是这些灵魂体的手中却也都多出了兵刃。楚风占不到兵刃的便宜，他们也占不到修为的便宜。不过也只有楚风周围的灵魂体修为是与楚风一样的，那些与围绕着风铃的灵魂体修为仍然与风铃相同。楚风立刻出手，伴随寒光不断掠过，周围的灵魂体一一死去，化作气焰消散。尽管还有源源不断的灵魂体飞扑而来，但楚风却是凭借挥出的武力剑气，将那些灵魂体限制在自己的一定距离之外。这也使得被困住的风铃有了摆脱的机会，来到了楚风身旁。可伴随楚风靠近之后，原本只有1品半神的灵魂体修为再度恢复到了4品半神境。公子，这些家伙太多了，咱们先回去。风铃说话间便直接穿过了结界门。可尽管安然回到高台，但他却立刻回头，目露诧异，因为他惊愕地发现，楚风明明还站在结界门之前，明明可以立刻回来，但楚风却并没有选择回来。就在他不解，想要再度开口劝阻之际，楚风却化作一道流光，向那武力阵法的深处飞掠而去。因为风铃不在了的缘故，武力阵法内便没有了4品半神境的灵魂体，所袭击楚风的全部都是1品半神境，所以眼下根本没有灵魂体可以挡住楚风。楚风宛如一尊杀神，根本没有灵魂体能够靠近于他，硬生生的杀出了一条血路。可尽管楚风表现神勇，但风铃却是目露忧色，这家伙疯了吗？他之所以这样说，乃是因为他已经亲身体会到那武力阵法的可怕。那些灵魂体虽然不是特别强，可却是杀之不尽的。就算楚风实力很强，可这样下去也只有被拖死的份。他刚刚只是前行了一段距离，便差点无法回来。可楚风倒好，明明已经亲眼见到了他刚刚所遇到的困境，现在不吸取教训也就罢了，竟飞向了深处，这简直是自己封死自己的活路。可就在下一刻，高台之外传来刺耳的哀嚎，是那些灵魂体同时发出了惨叫，并且很快他们的肉身开始撕裂。不仅那些灵魂体纷纷死去，就连磅礴的武力大阵也于此刻开始崩溃瓦解。大阵消散，楚风的身影也是浮现而出，他正御空而航，向此地返回。而楚风的手中多出了一个头颅，那是灵魂体的头颅，但这个头颅却与其他灵魂体不太一样。那阵是你破的？此时风铃主动迎了出来，对楚风问道。是，楚风说道。你是怎么破的？风铃问。既是阵法，自然便有破阵的之法。阵法内那些家伙由阵法孕育而生，若是正常交锋，根本就是斩杀不尽。既然正常方法行不通，那就只能另辟蹊径。刚刚风铃姑娘交手的时候，我有仔细观察，发现有一个灵魂体较为特殊，我便想着他可能便是破绽。所以楚风说话间，将手中那灵魂体的头颅提起。很显然，这被楚风斩杀的特殊灵魂体，便是楚风破阵的关键。擒贼先擒王，公子好观察力。风铃看向楚风的目光，与先前相比，多了几分刮目相看。因为他其实也有认真观察，想要寻得破阵之法，只是奈何他并没有观察到破绽，甚至在楚风将这头颅提回来之前，他根本都没有发现这个灵魂体的存在。所以他觉得楚风能够破阵，可不是狗屎运，而是有过人的本事。但很快，风铃又看向楚风手中的头颅，公子，为何大阵都散了，你这头颅还在？我也不知，割下来之后反而就不散去了，但我也没有特别之处，不过倒是可以留下，做个战利品。楚风说话间，将那头颅收了起来。可楚风刚将那头颅收起，这四周便出现了磅礴的结界之力。那结界之力乃是凭空出现的，但却极为强大。那结界之力刚出现，便化作巨大的牢笼，将楚风二人封锁起来。被封锁那一刻，楚风便感觉到自己的武力被封锁了，相反，自己的结界之力得到了释放。要知道，刚刚踏入武力大阵的时候，楚风不仅武技无法施展，结界之力也是被封锁的。而现在确实相反的局面，很明显，这第二轮对结界之术的考验已是开始。这么快，第二关就开始了吗？这也太不地道了吧！怎么不给个提示？见到这一幕，风铃忍不住咒骂起来。楚风看向风铃，发现风铃周身的白色气焰已然不见，其修为也感受不到。很显然，风铃的武力修为也被封锁了起来。公子，我结界之术不如你，这一关只能靠你了。风铃对楚风说道。无碍，交给我即可。楚风笑了笑，说话间便将自己的结界之力释放而出。与此同时，四周的结界之力仍在快速的涌现。很快，又有一道攻杀阵法浮现。那攻杀阵法出现之后，便穿过牢笼，向楚风二人攻击而来。不过楚风随手一挥，便将那攻杀阵法挡了下来。公子，你这……看到楚风那一刻，风铃顿时愣住了。他发现楚风所展现出的结界战力，竟不只是蓝袍界灵师这么简单，而是堪比紫龙神袍，也就是相当于4品半神的战力。可下一刻，他更加目瞪口呆了，因为楚风开始布阵，但是这一次楚风布阵所展现出的阵法力量，竟然还在紫龙神袍之上，那种感觉简直堪比金龙神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尽管外面不断有攻杀阵法凝聚，且向他们发动攻势，可却根本无法伤到他们。而当楚风阵法完成那一刻，这困住他们的结界牢笼也是分崩瓦解。至此，不断涌现的结界之力也是停止涌现。这是啥意思？难道这一关破了？
风铃看向楚风，他感觉有些难以置信，因为这也破得太简单了，应该是破了。楚风笑道，而看到楚风那自信的笑容，风铃神色又微微变化。这破阵看似简单，但其实是对于楚风而言简单。若换作是他破得掉吗？他并没有这个把握。而就在此时，天地震荡，四面八方又传来了阵阵哀嚎。这一次的声势比第一次那武力阵法还要恐怖得多。很快，无数道巨大的虚影便从四面八方出现。那虚影有的似人，有的似兽，但皆是巨大无比。这也就是距离较远。若是距离较近，楚风二人可能连对方的一根汗毛都看不清。太巨大了，恐怕一方世界他们一脚都能够踩碎。这样的存在，那种压迫感可想而知。可偏偏面对如此可怕的存在靠近，楚风却并不惧怕，因为他感觉到在那些可怕的巨大虚影出现之后，自己的身体也是出现了变化。自己的武力修为以及结界之术不仅全部恢复正常，自己的体内还涌现出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强大力量。这种感觉就像是此时他获得了可以对抗那些巨大虚影的力量一般。不只是对抗这么简单，这是一种楚风从未感受过的强大。楚风，情况不妙啊，快回到高台里面去。女王大人并不知道楚风体内已经涌现出了极为强大的力量，他只能看到楚风所看到的，而眼前的景象让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。淡淡，没事，你忘记我说的了，这是第3关，而我最不怕的就正是这第3关啊。楚风说道，所以你要如何应对？女王大人问。我体内出现了一股力量，这应该代表着我天赋的强弱。楚风道，那怎样？你这力量是强是弱？女王大人问。我觉得若将这股力量释放而出，只论这片天地，我应该无敌。楚风笑道，你这家伙难怪不慌。见楚风自信满满，女王大人便也不慌了。可就在此时，那风铃却突然开口，公子，这第3关考验的是天赋，我虽说修为不如你，可是天赋我还行，这一关就交给我。风铃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的脸上是面带笑容的，并且是自信的笑容。很显然，他的体内应该也是根据天赋获得了不菲的力量。终于轮到我表现的时候了。风铃目光看向远处，下一刻，只见其长发舞动之际，磅礴的白色气焰便自其体内喷涌而出。明明那巨大的虚影距离他们隔着无数世界的遥远距离，可他那白色气焰却是瞬息之间贯穿天地，眨眼之间便已来到了那些巨大虚影的面前，向那些巨大虚影攻击而去。果然如楚风所料，风铃也获得了极为强大的力量。白色气焰横扫八荒，何止天地震荡，那些巨大虚影都被轰得东倒歪斜。风铃这一击让那些巨大虚影皆是发出一声惨叫，但下一刻他们却目露凶光。紧接着，巨大虚影同时张开大嘴，数道无比巨大的光柱便向楚风二人飞掠而来。糟了！当那光柱出现的一刻，先前还自信满满的风铃顿时面如死灰，他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。哪怕此时他强大无比，可却仍无法挡下那光柱。可突然间，漫天的雷霆出现，瞬息之间便将那光柱粉碎。下一刻，强大的雷霆也是向那些巨大虚影攻击而去。而这一次，那些巨大虚影连哀嚎都没有发出，因为他们已被那雷霆撕成了粉碎。公子，你……风铃看向楚风，他的表情已是目瞪口呆，因为他很清楚地看到，那覆盖浩瀚夜空、轻易抹杀巨大虚影的雷霆，正是自楚风体内释放而出。哇，忘记与姑娘说了，天赋的话，我也蛮擅长的。楚风微微笑道，看着楚风，风铃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。公子，你可真是不简单呢，难怪。只是话到此处，风铃却欲言又止。难怪什么？楚风问。没什么。风铃微微一笑，可楚风心中却充斥了一些怀疑。这风铃的古怪越来越明显了。可楚风刚想询问，这周遭的一切变得混沌不堪，磅礴的结界之力再度涌现而出。此时的楚风没有了那来自天赋的力量，只能任由结界之力将自己吞噬。但很快那结界之力又散去，此时的楚风才发现，他们离开了那个世界，回到了黑色枯树林之中。同时，风铃也出现在了楚风身旁。不过除了楚风二人外，还有一物，那便是那颗诡异的黑色水晶。那黑色水晶就漂浮在不远处。再看那黑色水晶，它仍然充斥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。楚风公子，此物我很喜欢，将它让给我吧。风铃对楚风道。风铃姑娘，这怕是不行，因为此物我刚好也很喜欢。楚风也是笑道，既然察觉到了这黑水晶的不简单，又岂能这样拱手让人？况且能够拿到这黑水晶，可还是楚风的功劳，毕竟是楚风破开了那3重考验。若是这样，那便能者居之歌。风铃此话说完，便探手一抓，隔空将那黑色水晶向他的方向抓了过去。见此情形，楚风也不甘示弱，立刻出手想要阻拦。可忽然这片天地剧烈一颤，下一刻楚风竟如石化一般定在了原地，动弹不得。风铃姑娘，倪楚风看向风铃，眼中充斥着震惊。他之所以动弹不得，乃是一股强大的威压束缚住了他，而那威压正是来自于风铃五品半神。风铃的威压竟达到了五品半神。最主要的是，此时风铃身上并没有出现白色气焰，这说明像现在的五品半神乃是他本来的修为。若是施展白色气焰，若是还能具备提升3品的能力，那么他的修为将可以达到8品半神。这风铃竟强大至此，你隐藏了修为？楚风道。是啊，就是故意骗你的。风铃倒也坦诚，为何要骗我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是如何知道那行宫的？那黑水晶到底有何作用？楚风接连追问，他觉得风铃必然知晓更多秘密，问题倒是挺多，但我现在不想告诉你。至于我是谁，你以后会知道的。若不出意外，我们应该还会相遇，但今日之事还真是多亏你了。当我欠你一个人情，这个
你拿去吧，可以医治你那朋友。风铃说话间，将一颗丹药丢向楚风。轩即便转身离去，当他走后，那束缚楚风的威压也是随之消散。楚风捡起那颗丹药，仔细观察了一下，发现的确蕴藏着与黑毛幽灵相同的气息。这颗丹药是能够解除诅咒的。楚风，难道这个风铃就是黑毛幽灵？女王大人问。感觉不像，但他应该与黑毛幽灵有着一定关系，只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强。楚风道：他也是小辈吗？女王大人问。不能确定，但刚才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个小辈。楚风道：若真是小辈，那可就有点厉害了。女王大人感叹：不是有点厉害这么简单了。而对于女王大人的感叹，楚风也表示赞同。一个小辈具有如此修为，这是天才中的天才，恐怕整个浩瀚修武界也没几个人能与他相提并论。现在怎么办？还回去吗？女王大人问。他所说的回去的地方，乃是刚刚的遗迹，也就是那位强大存在口中的行宫。回不去了，这遗迹关闭了。楚风观察了一下这黑色枯树林，发现这黑色枯树林不仅没有了浓郁的天地能量，就连阵法也消散了。显然，那位强大存在的行宫入口已经关闭。难道是因为那里最重要的宝物已经被拿走了？该不会就是那颗黑水晶吧？该死，便宜那个丫头了。想到这里，女王大人表现得十分气愤。那位行宫主人乃是极为强大的存在，他行宫内的宝物必然极为利奥的。虽然不知那黑水晶究竟有何用途，无论是楚风还是女王大人都感觉到了他的不简单。原本是楚风通过考验，黑水晶也该归楚风所有，结果却被那风铃抢去。女王大人怎能不气？罢了，先回去。楚风虽然也不甘心，但却无可奈何，谁让自己技不如人呢？于是楚风便回到了礼物姑娘的住处，因为他观察过风铃给自己的丹药，在确定那丹药真的可以解除诅咒之后，便直接交给了礼物姑娘。礼物姑娘服下之后，体内便释放出了黑色气焰，就像是在排毒一样。当黑色气焰停止释放之时，她的脸色也是变得红润了许多。多谢。礼物对楚风施以一礼。礼物姑娘感觉怎么样？楚风问。我的诅咒应该是解了。礼物姑娘道。太好了。听闻此话，最高兴的却是白云清，她激动地看向楚风。楚风大哥，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。因为诅咒解除，礼物姑娘也是心情大好，为了感谢楚风，更是亲手为楚风与白云清烧了一桌饭菜。只是饭菜之后，礼物姑娘却宣布了一件事，她要离开这里了。白云清询问她去哪里，她说她也不知道，这让白云清有些失落。修武界如此之大，而礼物姑娘又如此低调，她害怕再也遇不到礼物姑娘。礼物姑娘，这是我的住址，你以后若是有事，可以去这里找我。白云清将写着自己地址递给了礼物姑娘，可礼物姑娘却摆了摆手。罢了，有缘自会相见，但也许你不会再想见到我了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可能会不想见到你？白云清一脸认真，他是真的喜欢礼物姑娘。见她如此，礼物姑娘只是笑了笑，没有说什么，而是看向了楚风。楚风公子，今日多谢你，这个当做我对你的感谢，应该会对你有些帮助。礼物姑娘将一个木盒递给了楚风，木盒很古朴，也很小，只有半个巴掌大，但却有着封印结界，那结界之深奥，楚风竟都无法破解。这是何物？楚风问。时间到了，自会解开，那个时候你便会知晓。礼物姑娘道。随后，礼物姑娘便走了，而楚风与白云清也是离开了那片丛林。楚风大哥，礼物姑娘给你的到底是什么啊？路上，白云清好奇地问道。你若喜欢，便送你吧。楚风说话间，将那木盒取出，递给了白云清。别，这是礼物姑娘给你的，我怎么能要？我只是好奇，这是什么？白云清道。你留着吧。楚风直接丢向了白云清。相比于白云清，他并不好奇这里面是什么。可就在此时，那木盒的封印忽然解除，下一颗木盒自动打开。猛然间，那小巧的木盒内便释放出磅礴的黑色气焰。看到那黑色气焰的一瞬间，楚风脸色大变，因为那黑色气焰不仅诡异，更是散发着熟悉的气息，那是黑毛幽灵的气息。回想起礼物姑娘先前说的话，楚风猛然间想起了什么。难道说……想到这里，楚风立刻动身，向礼物姑娘离开的方向追赶而去。只是他根本就追不到礼物姑娘，因为礼物姑娘其实并未走远，而是隐藏身形，站在天际之上，正观察着楚风与白云清二人，并且在礼物姑娘身旁还站着一名年轻女子。而这名女子，楚风也认得，乃是风铃。